不瞒你们说，其实我买了一台车，也还没有跟你扣说的。嘿嘿嘿，惨了。如果有 follow 我的 IG 的朋友们都知道，我有在做买卖车嘛。欢迎来到我们的 showroom Century Motor。前面这一排的车都是还没有卖的，后面那排车全部卖完了。如果你们想要卖车、买车，都可以找我们。这辆 Toyota Camry 是我的日常生活驾的车，我也不知道要把它继续驾了、卖掉了，还是卖掉 Camry 来驾那辆车。今天就跟你们介绍一下这辆 Lexus IS 250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爱的人，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，只是 POV 啦。欢迎回到来我的频道，欢迎回到来我的乱拍系列啦。但是如果你们看了这个影片啊，你们觉得这辆车你们喜欢，也不妨可以联系我们。这辆车2年前在我这个频道试驾过了，它就是伟鸿的 IS 250，现在呢收回来了。那个车主呢买了下来，驾了2年很开心，可是呢家人一直在嫌弃他的车小辆，没办法了，就想要换车了。这辆车有一个仪式感，只要你上车呢，你轻轻的把这个 start button 按下去。看到吗？那个方向盘就会回到你原来的位置。而且这辆车虽然是06年开始生产的车，配置蛮高的，左右都有3组的记忆座位。还有一个我非常喜欢的是，当你的这个储物空间不够大，你还可以这样子拉，而且把它放大。Yo bro， 给我看一下 dashboard 就。很美哦，那个 dashboard 没有包的，因为这个 dashboard 啊，那时候伟鸿照顾得很美的，其实他经常有涂一些保护剂那些东西，2年的安哥就比较少涂，所以它就可能有一点不美在旁边，尤其是拆了这个唱机，刚刚去包了一个非常漂亮的皮革，然后要晒3天哦。要晒一下。然后这缝线很美，安哥买回去也没有改任何东西，还是保留这伟鸿那套 exhaust 给你们听一下。对。Mini GTR。你看到吗？我挂了这个 R 档之后啊，它的左右侧的 side mirror 都会往下掰下来的，很欧系的这辆车，还是很顺的，那个引擎很健康，很有力。忘记开一下那个 ETC 啊。这套避震还是 BCV1 来的哦，还是很舒服。哇哦 ，I like the sound man！ 全世界最亮的仔就是我们了。嘿嘿嘿，惨了！真的是一个 upgrade， 无论是配置、动力、声浪。跟这个身份，毕竟这个还是一个 Lexus。呼，爽吗？还没有踩完的嘞，来。看3000转换挡。这辆车拿回去哦，很想要给我的 tuner 试一下，来做这个压箱 mapping 啊，因为我看到外国很多人做 TCU map 啊，他们把这个 ISF 的 TCU 把它放下去，然后呢换挡的话会更加的快，更加的极致，很 responsive 那种感觉啊。
这个是一个2008年在马来西亚2010注册的一个 IS250的第一帮的 facelift。那怎么看它是 facelift 呢？你可以看到耳朵这边 signal 啦。第二帮的话，它的 steering 上面有一个银色的饰板。这辆车整个外观就是保留着我2年前拍的一模一样的轮圈，一样的头灯。这是伟鸿之前改的哈 ，Nike 的 Daylight 的日行灯。我知道在市面上还有很多款。这辆车如果你买回去，你有兴趣想要把它改成更新款的 IS 的样子的话，你把它换了一个 bumper 就真的完美啊。这辆车也升级了一套 BCV1， 有这个4活塞刹车卡钳，来自于 Avix 的，高度很美哦。你看后面一根手指左右，基本上过泵呢，它也不会这么容易卡到底了。排气管是客制化的，对它的声浪整个是 Mini GTR 一模一样，只是它的动力就没有 GTR 来的这么强大而已啦。较后呢，我是会试驾一辆 IS250，然后移植 IS350的 engine 下去，3.5 V6。这辆车呢，它是有无钥匙进入和无钥匙启动的，只要你钥匙是放在你的裤袋里面的话，它的左右侧都有这个无钥匙进入的这个功能的。在08年来说，这个配置也相当的高哦。比起同个年代的宝马E90啊，它也不会给到你像这辆有电动调节的方向盘。这辆车有13粒喇叭，还有10个 airbag， 赞不赞？棒不棒？太棒了！这辆车的配置，开关门都是非常的 solid 的。有油压顶杆 ，OK， 这副引擎是来自一具2.5公升的 V6 6缸自然吸气的引擎啊，它可以产生205匹马力，还有210个牛顿米的扭力左右。那之前我试驾的时候啊，伟鸿已经把它做了 remap 的，据说轮上是204匹马力，还有250个牛顿米的扭力左右，再配它这个6速的 i 信的变速箱。那这一个变速箱呢，其实呢跟 GT86 还有 GR86 的 Auto 是一样的。为什么 GT86、GR86 呢？退档还有降档补油，那换挡会比较快，那个都是 TCU 在作怪。我相信这一台还是可以做的，所以如果未来有兴趣，也是可以做这个 TCU remap 的啦。Toyota Camry 都没有这个声音哎 ，Lexus 就是 Lexus 啊，各位，我讲过很多车，只要它的 side mirror 是 L 型的话，它都看得更加的运动化，所以现在的新款的 Camry 都是用这个了。这台车什么都好，我觉得最大的缺点就是它的后排空间真的是小的可怜，比起同等级的E90，我觉得它小一点点，可是椅垫是真的很舒服的，它的椅背支撑、发泡棉啊都是给它很足。第二个缺点就是，如果你想要中间坐人是基本上很辛苦的，因为它是后驱车，所以为什么这里这么高？所以冷气出风口也是有给到你，所以坐2个人是 OK 的，舒服的。这里摸到的地方都是皮革，4个窗都是一键上下的啊！你看，连这边都有喇叭，下面也有喇叭，所以我说这辆车有13粒喇叭。这辆车还有一个缺点呢，就是如果你万一有一天要去 IKEA 买东西啊，后面的椅背是不能做倾倒的。我觉得这个就是买豪华车的一个不好的地方，为了注重隔音而牺牲掉这个椅背倾倒，所以就没有办法咯。左驾驶这边呢，基本上的状况也是非常的棒，也不会看到有指甲印。然后还有3组的记忆座位，刚刚包过的 dashboard 是不是很漂亮嘞？里面还有 carpet 的 ETC， 因为日本 spec 啊这辆。之前伟鸿的杰作把它粘上了 carbon fiber 的，要不然以前它就是银色的，像那边左边的 door handle 一样。这辆车也是有天窗，这样连打开，然后你这边转，它就可以打开了，基本上。但是要打着车啦 ，LED 的灯哦。然后还有一个 SOS button， 日规车才有的哈，很 solid 的这个车。驾驶员这边也是电动调节，还多了一个腰部支撑。这是调仪表的亮度的，然后这个就是调仪表的一些功能，油盖啊跟尾箱都是电磁阀的。我们再次打造一个2.5公升的 V6 的6缸引擎，好不好？这套主机啊，原装的哦，所以它是有 Bluetooth， 可是只能接电话，它不能播放音乐这样子的。有2种选择，一个就是插 auxiliary， 一个就是换唱机啦。我觉得是最直接的。现在很多新款的唱机很 fit， 这套主机很漂亮的，显示的资讯也不多。那么它不像现在新款的车有这么大的荧幕这样子，然后你可以看到一些平均油耗啊、综合油耗啊、瞬间油耗啊，还有就是 gear position， 可以看你现在的进入多少号档位啦，在驾驶中的时候可以看。然后这边有多了一个 button 是 power、ECD， 还有 snow mode。这个是 normal， 这个是 power。这个是油门反应跟变速箱反应都会有所不同啦。Japan spec 时速180而已啦，然后它还可以调灯的哦，这个灯很漂亮的，你们可以调到可能4、5千转变成橙灯，6、7千转变成红灯，你们喜欢。时速那边也是可以，可能你调到160的时候变红灯，你喜欢啊？
这个就是玩 IS 的跟 Mark X 喜欢的一点，就是他们很喜欢拉到断油了，非常的棒。人家还有自动头灯，还有自动雨刷，配置多高，实力喇叭，我们来听一下它的声浪。我爱唱的那一首歌。这台车我太喜欢了，真的，只是说家里没有位 parking 啊，各位。还有定速巡航，可以在这边开，啊，非常棒，有没有？看过我之前试驾这辆车的啦，所以就可以去回我的 YouTube 重温一下，有 Part 1跟 Part 2上山，所以声浪真的是很好听。所以我不知道该不该留下这辆车当我的日常生活驾，因为这辆车毕竟你讲耗油肯定是比 Camry 还耗油的，因为它还是一个2.5公升 V6， 怎么说的，6个缸比4个缸耗油，可是它的乐趣肯定是无穷的啊！所以如果你们正式要找 IS250，你们有兴趣想要玩，这辆车肯定是不能乱了的，可是只能 cash 啊！这辆车的现在 facelift 的卖价大概是6万里面，6万左右。它就是没有降档补油哦，我真的很想要去研究一下怎么做。嘿嘿，留言在下面给我知道，说到底我要留下这辆车，还是要卖掉这辆车？还是你们如果真的对我的 Camry 有兴趣，我把我的 wrapping 粉红色拆掉，然后我喷原装漆给你，美美的，我给 Speedy 老板做。然后如果你们对 IS250有兴趣，也是可以联系我，没有问题。太爽了，我们回来了。哼哼，还是有你之前那个味道，美丽的 good job， 开心啊，很爽。mini GTR 感觉。不管你们要找什么车，买什么车，都可以找我们。子弹车、MPV、SUV、改装车、性能车、大炮车、救护车、警察车，半推车没有。这个影片就到这边了。如果你们喜欢看这台 IS250的话，不妨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一下啊。如果你们真的有兴趣，联系我的 IG 带你们来看车就好了啊。那喜欢我这个影片的话，记得点个赞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 ，Goodbye。拜。不要跟你过奖啊。